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超富贵的手相，手如干姜，家道必昌。个人是否能大富大贵，可以从面相得出，也可以从手相得知。那么快跟着我一起来看看本期的手相图解吧，带你深入了解最富贵的12种手相特征，你是否有土豪潜质呢？一、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寓意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情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取得很不错的成就。二、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否发财或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财，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三、手如干姜，家道必昌。手如干姜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姜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四、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五、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类钻石纹，均可统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或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得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六、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的是如针，一般挺直，且没有其他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的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有多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七、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的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也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八、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
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享富贵荣华。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0.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第二，生命线断裂会对运势和自身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生命线若是出现中断，则长辈缘分较浅，健康运势欠佳，在中年期易逢险恶及病灾，如间隔过大，则病情往往拖延。倘若生命线无缘无故的在中途断开，之后再继续延伸，这便会在某一段时间有意外发生。二、生命线中断，而在旁又有一小线并行，则表示人生虽然遭灾，却也都能化险为夷，倘若患病，也能渐渐得到康复痊愈。三、如果断线处刚好有个小方格，连接了断线之处，这也是能够逢凶化吉的象征。四、如果掌中有一项火星线自第一火星丘伸展下来，也是能够弥补生命线中断之害处的，因为生有这条火星线的人，生命力很强。一般来说，如有任何意外事件，也不会伤及其生命。五、生命线如果中断，表示有意外造成生命危险。若是左手中断右手完整，那就以中断处代表的年龄有危险性，左右双手在同一地方中断时，即表示生命将发生严重变化的象征。最后回答一下评论区很多人问的问题：为什么我突然长了一个纹或者痣？要知道人的手相会随着人的运势而变化，如果你的手纹发现这些变化，表示你要走财运了。首先我们知道，在手相预测运势上，一般都是看男看左手，女看右手。
但其实双手结合看才是最全面的。手相上的命运线也可以叫做事业线，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事业发展运势，也是手相中一条很重要的纹路。无论事业线从哪里开始，到后面都会延伸到中指附近，所表达的意思也不一样。如果是纹路伸长清晰，则预示着生活稳定，挫折少；若断开歪斜，则表示在事业上会经历比较大的挫折。一个人的手相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运势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而每个人一生中有时霉运，有时好运，其中二者有着不可思议的联系。一，命运线只有一条，清楚明显，这表示你具有很好的机运，间隔现在3年的时间你会有好运，所以你继续目前的工作或职业，就应该有好的机会可以把握。二，命运线共有2条，拥有这种手相的人，表示会有协助者泛起，也许你会得到欣赏你的才能的人泛起。在这个时候，你得善待长辈、同事、上司、朋友，也许你的珠子就在他们当中。手相上往往把这条线叫做珠子线，当然其他珠子线在这里不综述。三，有星形纹路泛起，假如命运线泛起了星形纹路，这就意味着你会有意外的幸运降临而得到成功的机会，或许这也意味着你会有海外旅行的机会，或者调职、出差等机会，对你的人生而得到有利的影响。四，命运线起自生命线时，这就表示一个人由于自己的努力或者以前的辛勤劳动成果会得到他人的欣赏，而你也会得到上司的器重，而委以大任，担当重责。这种可能性长短长高的。15种必嫁的豪门首相，看看你有没有。嫁个有钱人或嫁入豪门，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的少奶奶生活，是很多女生对婚姻的渴望。俗话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嫁个有钱人，其实从自己的手上的特征就能看出来。那些嫁入豪门的人，往往手相都有共同的特征。那么哪些手相的人有嫁入豪门的命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手掌绵软且丰厚。掌软如绵是富贵格，如果手掌硬就与财无缘，难嫁有钱人。手掌绵软且丰厚的易嫁有钱人。手掌的颜色红润而有光泽，这样的人不仅事业成功，财运也好，而且大多婚姻都比较的幸福美满，易嫁个有钱的老公。如果是手掌的颜色暗黄且粗糙，那么就比较的辛苦，靠自己挣的钱多，嫁有钱人机会少些。二，手掌并拢没有缝隙。如果一个女人的手掌比较的厚实，五指并拢之后没有任何的缝隙的话，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错的。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说明命中财运较好，会拥有丰厚的积蓄和产业。而且这种手相的女人，大多原生家庭也非常的不错，父母非富即贵，会给他们提供一个温馨舒适的生活环境，所以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将来也能够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家庭。五指并拢没有缝隙的女人经济比较独立，虽然她们能够嫁进富贵的家庭，但是婚后仍然会努力的去打拼赚钱，帮助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更好的发展。所以这类女人不仅能够嫁入豪门，还很旺夫，婚后会给丈夫带来很多的帮助。三，手掌红润有光泽。这种手相的女性在事业上是成功的，而且个人财运也非常的不错。结婚之后，老公对自己疼爱有加。如果手掌比较粗糙，就说明这样的女性就是一个苦命人，即使自己赚钱能力很强，但是想嫁个有钱的男人很困难，因为这样人的手掌一看就知道是经常干农活粗活的，日子过得非常的艰苦。四，十指纤纤。在我们观察一个人的运势发展情况的时候，其实可以从一个人手部的情况去观察。如果一个人的手部皮肤非常的细滑的情况下，说明这个人本身就是一个生活条件相当不错的人，十指不沾阳春水，在生活上有人照料，所以会是一个富家小姐的手相特征。所以一般这样的人今后是可以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人家进行联姻的。
5. 指节很细的。在我们的手相分析当中，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很纤细的话，说明他会是一个平常不用怎么干粗活的人。相对来说，那种手指很粗壮的，就会是经常要做家务、做苦力的一种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他会是比较命苦的，而且婚姻运势也不顺利。所以那种手指纤细的人命好，运势也好，今后也能够容易嫁得一个好夫君。6. 手背有窝窝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可以观察到，如果一个人的手背会是凹进去的情况，其实这是属于一种典型的富贵手相特征。一般会拥有这种特征的人，不但自己的财运好，婚后还能够带动夫家的财富运势发展，是一个非常旺夫的手相特征。所以这样的人今后的婚姻运势也会是发展的比较顺利的，能够得到公婆的认可和丈夫的宠爱，所以夫妻感情和睦，家庭情况和谐。7. 手部皮肤。关于这一点大家应该也会了解到了，因为这样手相的人大多出生在家庭条件很好，并且气质好，外形条件也非常不错，所以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的异性缘会是非常不错的，桃花运也很旺盛，所以这样的人能够吸引到很多优秀异性的注意，最后选择一个各方面都比较优越的人，一同步入婚姻的殿堂。8. 事业线比较短。通常来说，能够嫁进豪门的女人事业线都比较短，因为这类女人并不看重自己的事业，更多的是姻缘。事业线比较短的女人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对待工作也不是特别用心，而是会花费心思去打扮自己，以此来吸引到豪门富贵的关注。另外，细心观察的人也会发现，很多豪门富太太婚后会放弃自己的事业，安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因此在事业上不会取得太好的发展。9. 手中的钱财纹多。另外，如果一个女人的手上有很多钱财纹的话，也代表着将来能够嫁进豪门，因为手上的钱财纹越多，也就代表着财运越好。大多数人能够拥有家财万贯，也会实现经济自由。钱财纹多的女人本身心思缜密，头脑清晰，很有自己的目标和想法，知道该如何去扭转人生命运，也很善于把握时机。这类女人虽说自身赚钱能力不强，但是却能够通过婚配的关系来改变命运走向，成为令人羡慕的豪门富太太。10. 财运线长。在相学当中，如果一个女人的财运线比较长的话，也说明将来能够嫁进豪门。这种类型的女人自身能力是比较出众的，而且气质绝佳，在婚恋市场上很受异性的关注与好感。财运线长的女人很有经济头脑，思路也很清晰，她们在决定做一件事之前会分析清楚利弊，绝不会贸然行事，尤其在面对婚姻问题的时候不会凑合。这类女人命中有富贵，嫁进豪门的概率极高，而且婚后能够掌握家中的部分经济大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钱财自由。财运线长的女人虽然财运好，但是她们很懂得精打细算，所以婚后并不会花钱大手大脚，或者是像别的富太太那样不停地买。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这类女人能够得到婆家的尊重和理解。11. 结婚线长。如果结婚线长，并且延伸至无名指根部和太阳线相交，这是可嫁有钱人的标准手相。即便婚前的你只是个小小的白领族，却往往有机会嫁给有钱人或者名流绅士的，也是因为自己身上独特的气质而吸引到对方。拥有这种结婚线的男生，也常因婚姻的帮助，在工作财运上享受到种种好处，因而在社会上拥有良好的名誉地位。所以有这手相的你，机会来了可要把握。12. 元宝纹。所谓的元宝纹，就是指在手中的生命线与杂纹形成的闭合的四边形，看起来就像元宝一样。而一般拥有这样手纹的人，自身的财富资产会比较多。通常的情况下，元宝长得越大，则他们财富聚集的能力也就会越多。无论是大元宝还是小元宝，这样的女人都是阔太太命，或者是自己就能够实现财务自由。13. 事业线粗而清晰。事业线是从手掌根部的位置向中指根部的位置向上延伸，看起来非常的清晰，则一般这样的女人事业心强，野心大，在事业上会比男人过得更好，甚至创造的利益也会更大。
所以一般的情况下，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个人的生活过得比较甜蜜，一辈子都不用为金钱运势发愁与担心，生活方面也会过得幸福美满，不会缺乏衣食。14. 太阳丘隆起。太阳丘位于无名指根部的位置，代表的是女人的财富与家财等等。若是女人的太阳丘的位置明显的隆起，而且整个手掌比较红润有光泽，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女人多半个人的理财能力出众，也容易嫁富贵老公，而且婚后会帮老公理好财，为老公的事业出谋划策。因此她们不但一甲金龟婿，而且还能够成为老公的得力助手。15. 感情线的尾部有分叉。感情线出现了分叉，即感情线尾端分叉的部位一边向木星丘延伸，一边向食指和中指中间的部位延伸。让手相的女人是一个品行端正、颜值很高、颇有气质的女人，她们可以吸引到很多成功人士的关注，并能与很多有名望的人认识，这也为她们嫁入豪门奠定了基础。以上这些手相特征，不知道你有没有呢？拥有这些手相的女人，注定能够成为富太。人的手掌有许多财路，每条纹路代表的意义也不同。今天小编就主要给大家讲讲常见的几条纹路特征以及分别代表了什么。1. 生命线。生命线即生命纹，从大拇指与食指中间的掌边开始，往掌底走的纹路。生命纹的长短并不代表寿命的长短，而是代表生命力的强弱，所以生命纹其实应该叫做生命力纹。生命纹长深红润的生命力强，对疾病的抵抗力强，不容易生病。相反，如果纹浅弱就比较衰弱。纹粗的适合劳动或运动，纹细的适合用脑。生命纹包围的掌丘范围大的也是精力充沛，爱欲旺盛，范围小的羸弱，容易疲倦。生命纹开头靠掌边有链形纹的，儿童时期体弱多病。生命纹尾端有如流苏，要防老人病。生命纹上有岛纹，代表某一时间生病或住院，岛纹大小代表病情的轻重与时间长短。2. 智能线。智能线即脑纹，是掌相中最重要的一纹。中国手相中此纹代表自己，又称人纹。起点与生命线同，向小指方向走，至无名指与小指指缝间停最好。太短不够聪明，太长则精明过度，亦不好。脑纹以深细为佳，表示思想能够集中，头脑聪明。脑纹上有岛纹，就表示思想不集中，记忆力弱或脑部受挫。脑纹起点有链形，外在环境影响求学。智能纹与生命纹起点一起，两纹合二为一，一段距离后才分开，表示内向、谨慎、考虑周详。连得太长则多虑，容易犹豫不决。如果生命线和智能线起点一起，随后马上分开走，个性果断，能随机应变。如果两线分开有距离，是大胆外向的个性，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两线起点分开超过半公分以上，就成莽撞不经大脑的个性了。3. 感情线。感情线即天纹或腹纹，从小指下掌边起向食指方向走，以走入食指与中指缝为中庸。若一直前进至食指下，属于心灵之欲，较注重精神的爱；进入中指下面属肉体之爱，并不注重海誓山盟。如果在中指下往下弯，就爱的任性，不择手段。若感情线长而且有分叉往下弯，则是舍一切为情牺牲。感情线深细的感情也细腻，感情线粗浅的感情也粗放。感情线头端如果上下都有像羽毛状的斜纹，表示这人很热情。若线下没羽毛纹，只有线上有，那是机智线，表示反应好，能随机应变。感情纹如果是链形，多愁善感。感情纹有岛形纹，如出现在无名指下，代表眼睛有问题，近视、弱视或闪光。若岛纹出现在其他位置，是感情上的困扰，感情线断裂，象征感情受到很大的挫折。4. 婚姻线。
婚姻线在小指下的掌边，介于小指和感情纹之间。有的人只有一条，有的则有数条纹。数目并不重要，总会有一条较深的纹。如果有2条一样深，就怕会容易陷入三角纠纷。若婚姻纹超过6条，而且找不出主线，则婚姻关系较乱。婚姻纹长，择偶条件苛刻，对配偶的要求也高，婚姻上会有压力。若长到无名指下并接触太阳线，可有好亲家，带来财富声望；若冲破太阳线，则有负面效果，以至于影响声望和财富。婚姻纹尾部如果分叉，容易分手；有倒纹则可能因某种原因分居。婚姻线尾部往上翘，缺乏结婚的意愿。5. 事业线。事业线是从手掌底部往上升的纹，有的人可以直抵中指根部，也可称为命运纹。有的事业线不是一条纹，而是断断续续好几条，表示工作不稳定或经常变更工作环境。事业纹升到脑纹就停止，表示是由自己智能决定而停止工作。如果升到岛纹而停止，则表示因感情问题而停止工作。有2条事业纹可以兼职或发展另一副业。6. 太阳线。太阳线在无名指下的直纹，与事业纹平行。若太阳纹呈双线，则称名望纹，表示能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太阳纹如果过多，兴趣广泛，但容易分散精力不专注。太阳纹有倒纹或像十字形，都是破坏太阳纹，代表声望或金钱的损失。7. 健康线。健康线即一条从至小指下面向生命纹走，其实是不健康纹，因为没有健康纹的人才健康。健康纹如果断断续续，表示肠胃消化不良；如果有链状，是呼吸系统的毛病；若有倒纹，在纹的头端是咽喉或头部毛病，在线尾则是泌尿的问题。8. 创作线。创作线在无名指和小指指缝下斜斜的2条纹，表示这人有研究创作的才能，可以从事研究或写作，绘画一定有成就。9. 财富线。财富线在大拇指的第2节，不论横纹或者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累积越多。手相是变化最快的特征之一，因此不能片面的、静止的看手相，将一段时期的手相进行比较，则更有价值。运气好，气色就好，手的色泽也健康，纹路更加清晰。由此可见，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手相手纹反映了一个人的4层信息： 1. 先天风水，出生家庭； 2. 工作生活，亲人同事； 3. 气质形态，疾病健康； 4. 命理运程，命运走势。木星丘。木星丘所在的位置是在食指基部之下，在中国手相学上称为巽宫，以先天手掌左手记。木星丘发达饱满及显著隆起时，主道德观念重，性善良，爱权力，有野心，支配欲强，爱名誉，重尊严，重财帛，有慈悲心，直觉力强，对宗教有兴趣，责任感重。假如你找人来负责一个重要职位，扩展业务，行政人员少不免要诚实可靠，有责任感，那么木星丘发达的人就是你所需要的人了。木星丘低陷时，主愚笨、粗俗，无道德观念，怯弱、好色、不忠实，不爱名誉，与此木星丘发达时所主的事项恰恰相反。土星丘。土星丘的位置是在中指基部之下，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离位。一般土星丘越高耸，中指越长，但通常土星丘发达的人是比较少的。土星丘隆起时，主其人有智慧，忍耐力强，待人诚恳，处事小心，独立心强，高智能，好学，好研究，有组织和系统能力，对数学计算方面有兴趣，喜爱宁静的郊外生活。此外，对运动也感兴趣，
农作、畜牧、园林、地产、矿物的业务也适宜。秋过大者主多愁善感。土星丘低陷时，主其人容易悲观、忧郁、沮丧，可守密、喜稳居，迷信、宗教狂，感觉迟钝，有星状纹者为阴虚阳亢体质。若月丘也有星状纹，易患中风。太阳丘，太阳丘在无名指之下，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离位。太阳丘所主范围大概如下几点：有艺术审美眼光、名誉、光荣、乐观、温和、慈爱、奢侈、轻视财帛等。太阳丘发达的人不一定是画家、艺术家或戏剧家，但是对服装方面很有讲究。家庭、办公室和他经常接触的地方都喜欢优雅和艺术化，懂得怎样享受和利用天然环境作乐。此外，太阳丘发达的人富于同情心，又乐于帮助他人，即使是个陌生人来求他，也能得到金钱上或人事上的帮忙。太阳丘发达的人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恩惠或礼物，除非对方允许领受他的回敬。做事方面要求真善美，有始有终，绝不中途而废。如他认为不满意时，将继续干下去，直至十全十美。水星丘，水星丘在小指之下，如果水星丘过度发达，比其他丘特别隆起时，或加上小指弯曲，头脑线有缺点，或丘上有不良符号等，那么他能运用天赋的才干，会做出种种为非作歹的事情来。总而言之，成功者多数属水星丘人，而危害社会的也是水星丘人占多数。因此观察此丘就不得不小心了。月丘，月丘又称太阴丘，在小指对下掌边最底的部分，即第二火星丘下至手颈在线的位置。这个丘主想象力、玄想、神秘、音乐、自私、懒惰、爱旅行等事项。太阴丘发达的人对水方面特别的有兴趣，他们喜欢居住于近海的地方或湖边的地区。假如水星丘同时发达的话，爱好航海生涯，很多水手都有隆起的太阴丘。如果太阴丘过度发达，则主其人忧郁、善变、冷酷、贪婪、宗教狂、幻想、懒惰、迷信等。假如拇指雄壮而坚硬，则其程度可以减轻；若是拇指柔软而细小，其程度则更甚。又如果他的手掌软而松弛，则是一个懒惰成性的人，生活在幻想中，醉生梦死，不能面对现实，常被幻想支配，往往渴望不能得到的事物，因此无法满足自己，希望时常转换环境，因而引起心灵常常不安。若经济许可，经常做远行；如经济不许可，只有郁郁不乐。金星丘，金星丘所在的位置是在第一火星丘的下面，手颈线对上的部分，即拇指底下，生命线内边的部分，相当于中国手相的梗位。金星丘较为发达的人主仁慈、富同情心、情爱温和、感情丰富等。通常这个丘称为爱丘，父母之爱其子女，子女之爱其双亲，夫妇间之恩爱，朋友间之友爱等。这个爱都是从我们内心表达出来的，当然爱的种种是有区别的。金星丘过度发达，主活力充沛、性感、情欲旺盛、淫乱，对爱情虚伪、自私。如果是女性，主卖弄风情之类。如果金星丘低陷、平坦，同时生命线太接近拇指，使金星丘所应占的部位太过狭窄而细小，主缺乏活力，爱情冷淡，无同情心，自视过高，性机能薄弱。倘若是妇女，为不孕象征之一。地丘，地丘又称海皇丘，在手掌的底部，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坎位，是发展的原动力所在，亦代表健康、生殖能力、性能力、持久力和住所等。地丘上有旅行线，从生命线底部分叉横过地丘至月丘，表示喜欢到处云游，会远离家乡或居无定所，或经常会搬家。
地丘发达，主忍耐力强，事业在外会受人帮助而有所作为，且健康良好，子女运亦好。地丘低陷平坦，主健康不良，做事虎头蛇尾，不能有持久力，在外会受到很多挫折，就算有旅行线，亦不宜经常远行。火星平原，火星平原的位置是在第一火星丘与第二火星丘的中间，亦即是长的最终凹陷的部分。通常来说，这个部位是最为低陷。假如这部分周围平坦，而中间特别隆起，像一土堆似的，如其高度与各指对下的各丘相等时，表示有不屈的精神和无比的勇气。若配以各指第一节长，头脑线良好，为不可多得的最佳象征。如果各指第一节短，而头脑线有缺点，则表示有勇无谋、傲慢自大、暴躁而已。判断火星平原的低陷情形，需要小心来观察。譬如各丘隆起，自然会形成火星平原觉的低陷，须知这是良好之征，所谓真正的凹陷。意思就是说，各丘不发达，同时火星平原又是低陷下去，那就难免遭遇到上述的各种情形。第一火星平原，第一火星丘，积极火星丘，又名下火星丘，在木星丘和金星丘的中间部分，在中国手相学的位置上位于正位。第一火星丘隆起的人，大多数身体非常强壮，孔武有力，勇敢异常，不断迈进，可以说是天生的战斗者。很多有名的军人和将领都是属于火星丘的人。如果第一火星丘低陷时，主胆怯、未修，没有进取心，做事犹豫不决，决而不行。此外，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和精神去做，即使机会来临，也不敢去把握和利用，因此往往失去良机，故成功的机会很少。第二火星平原，第二火星丘，消极火星丘，又名上火星丘，在水星丘与太阴丘之间的部分，即小指对下掌的中央处，相当于中国手相学的对位。第二火星丘发达的人，其性质是与第一火星丘刚好相反，它的特性对人或对事都是以理智来处理，不像第一火星丘的人冲动和鲁莽。他们有道义，讲逻辑，不喜欢野蛮的举动和厌恶流血事件。第二火星丘适当发达的人，最宜为军人、外科医生、警察、消防员、救生员、机械工程员、冒险家等。除上述职业外，还具有一种神秘的磁力，如利用此天赋特质来研究玄学，例如催眠术、心灵学、占卜、易学等，而通常都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人们有时候对手相和命运的关系有着痴迷，但也没有必要。真正决定自己未来的还是自己，要始终坚信，相由心生。心灵境界的提升会让人拥有更加广阔的空间。今天就讲述到这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你们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有好的建议，欢迎留言评论，下期再见。